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我们来讲西藏的史前文明被埋藏在云之上的失落世界。如果你把地球倒过来看，会发现一件极其反常却又令科学家困惑百年的事。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平台青藏高原原本应该是荒凉不毛不适合古文明发展的地方，却在考古层层揭开后被发现可能比人类主流文明更早成型，甚至可能是史前大灾难后的文明再启动基地。这片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土地从未真正向人类敞开过它的胸膛，但它留下的线索却像一场等待被破译的文明推理游戏。有人说西藏藏着人类最早的高阶智慧族群，有人说这里不是地球文明的起点，而是外星文明的前哨站，还有人相信西藏的神话不是神话，而是创世纪的残影。但所有的猎奇、神秘、科学都指向同一件事，西藏很可能是史前文明的重要基地，而我们只看见了冰山一角。首先要理解西藏史前文明，必须面对一个硬科学的事实：青藏高原并不是一直都这么高。现代地质学证实，高原在3000万年前因板块挤压逐渐隆起，但人类文明相关的高原抬升则大多集中在距今10万年到1万年前。也就是说，在冰河期结束，人类仍在全球流浪时，西藏却正在升起。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史前若曾存在文明，它很可能在低海拔时期就已存在，并在地壳巨变中被整层抬到天空。这正好对应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反复描述的古老城邦被大地吞没又被大地托起的奇景。而现代地质也证明某些古聚落的确是整体被抬升，不是自然冲刷的结果。科学与神话第一次不小心对上了。然而，关于更早文明的证据，真正令人震惊的是2010年在西藏昌都阿里地区发现的丹尼索瓦人化石与工具。丹尼索瓦人是一支已灭绝的古人类，现代只有部分藏族、尼泊尔人、蒙古人、巴布亚人身上有他们的基因痕迹。他们最神奇的特质是拥有超强高海拔适应基因 EPAS1。更惊人的是，基因研究指出，这个基因的出现时间极早，早到超出当时人类逻辑推算。换句话说，丹尼索瓦人可能在西藏生活的比我们想象的早得多，而且他们是天生就能在高海拔生存的智慧人种。这就导致一个大胆但被遗传学界默默讨论的问题：丹尼索瓦人是否曾经在青藏高原建立一个比尼安德特人更早、更独特的高海拔文明？把世界所有文明的传说摊开，你会发现一件诡异的共通点：所有古文明都指向天上的山、云上的王国，不属于地表的高智慧族群。但只有一个地方，不但具备地球上最强烈的地磁异常、最深古老的神话脉络、最难以解释的基因证据，甚至还留下疑似多重维度入口的地质痕迹——西藏。以科学来看，它是被印度板块推挤而抬升的高原奇迹；以宗教来看，它是地球能量中心、世界脉轮的发源地；以传说来看，它是古代神奇巨人族以及天外来者曾经上岸的基地；以猎奇观点来看，它是人类文明史的黑箱，深不见底。若把这些线索全都拉在一起，你会看到一幅极不寻常的全景图。西藏不是人类文明边陲，而是史前文明的主舞台，是一切的源头，也是消失的地方。科学证据的起点始于丹尼索瓦人的出现。这群古人类因为在西藏高原发现的化石与 DNA 被证实具备超高海拔适应基因。这个基因 EPAS1 的异常表现方式让现代遗传学界困惑。这种能力不止罕见，更像是为了某个目的而被调整过。EPAS1 让血液能快速吸氧，甚至让细胞在低氧环境不会迅速坏死，这等于是一种超能力。当我们把这项能力放回史前场景，就出现一个大胆推论：丹尼索瓦人不是被迫滞留在高原，而是选择高原，因为那里有一个适合他们的高能量区。正好藏传佛教将青藏高原称为风行地，意指高度能量、风极强、灵性能量涡旋活跃之处，而这恰好与地球物理学测到的强烈地磁波动吻合。科学与宗教又一次在这片大地上相遇。丹尼索瓦人是否是史前能量敏感族群？是否具备感知地磁、宇宙射线甚至多维度能量流的能力？我们无法确定，但在藏地留存的本教古籍里确实描述过一群感风者，能感知能量之风的族群。
被视为半神半人的古代王族，他们能吸收天地能量，能预知气候，感知地脉震动，甚至能与光交流。后人对他们的描述与现代丹尼索瓦基因特征惊人一致。接着是更深层且更神秘的部分，藏传佛教的能量体系。一般人以为这只是宗教修习，但实际上它很可能是史前文明留下的能量科技。藏密讲脉、风、明点三者互动构成红光身，而科学家研究高原僧侣时发现，他们的身体在禅定修行时，体表热能提升至38到39度，甚至可在零下环境中烘干湿布。这不是神话，而是哈佛医学院、MIT 都亲自测试过的事实。这意味着藏密掌握了某种史前留下的能量启动技术，透过呼吸、意识与身体脉点，开启人体内部的高能场。如果这种技术在史前文明时代被完整运用，那么古代藏地也许真的存在一群能操控能量、感知地球磁场，甚至能在低氧环境维持高效运作的族群。丹尼索瓦人会不会是其中一支血脉？这并非无稽之谈。而在所有文明拼图中，最诱人也最具猎奇色彩的核心就是香巴拉。主流说法把它当成佛国象征，但古籍描述却具备地理信息，并非纯象征。香巴拉有12座外城与1座内城，入口可能在阿里、羌塘、冈仁波齐周边。内城有自照光源与没有火也能启动的能量装置，入口被轮形能量场守护，只有能量频率相符的人才能进入。某些入口可透过金刚唱诵的频率打开，这些内容不像神话，反而像某种失落科技。更令人震惊的是，若将藏文古籍中记载的香巴拉入口位置与现代地球物理学的资料重叠，你会发现不可思议的巧合。阿里地区地下雷达扫描显示巨大空洞，形状近乎人工。羌塘地区测到地磁异常点。冈仁波齐山四周存在类似巨石排列的人工结构痕迹，多个传说入口都位于古老熔岩管、地下水系与地壳交汇处，就像是某种史前文明刻意选择高能量场搭建自己的城市网络。这些地点组成了一张能量地图，而藏传佛教的脉轮观念正好与高原地下的能量结构吻合。许多研究者推断，香巴拉并非单一城市，而是一组多维度城市群，部分存在于地底，部分存在于我们的3维空间之外，就像是维度重叠。更惊悚的是，若把这12乘加1中心的结构套在量子纠缠分布模型上，你会发现两者的能量结构极其相似。史前文明是否掌握了维度共振？香巴拉是否是一种跨维度文明基地？而藏传佛教的密续经书中记载的一段话更让人背脊发麻：香巴拉之门不在地表之上，也不在地表之下，它在心之峰处，亦在天地峰交汇之处。科学家可能会把这视为象征，但若从能量角度理解，这说的就是共振频率。也就是说，入口不是用眼睛看到，而是用能量对频打开的。就像现代量子物理描述的叠加态，当你与场的能量频率一致，你就能进入新状态。这与藏密的红光身不谋而合，与古老本教描述的风之门也一致。把所有线索合在一起，我们得到一个极具冲击性的史前文明全景。丹尼索瓦人拥有高海拔超能力，是能量敏感族群。他们在青藏高原建立高能量场文明，构筑地下与地表城市。藏传佛教的能量体系脉、风、点是史前科技的残存。香巴拉是一个跨维度文明中心，其入口由能量频率决定。高原地壳异常、地磁异常、空洞结构都是文明遗迹。史前大灾难约12000年前，导致文明部分上升，部分沉没，部分隐匿。史前幸存者的后代走向2条路：一是成为今日的藏族血脉丹尼索瓦基因，二是进入香巴拉维度，成为神话中的不死智慧者。最终你会发现，藏传佛教不是宗教象征，而是文明密码；香巴拉不是幻想，而是世界上一个高度隐藏的能量基地；丹尼索瓦人不是古人类，而是史前文明的失落血统。而我们今天看到的雪山、寺院、湖泊，都只是文明崩塌后留下的地表碎片。真正的西藏文明是被封印在能量场、基因、地底构造以及神话里的另一个世界。考古界一直低调，但悄悄注意到另一组奇妙的证据：
西藏阿里的古格王朝地下洞穴群与其下方的巨型空洞。古格王朝成立于10世纪，但其地下洞穴系统早在数千年前就存在。洞穴系统庞大，结构复杂，通道彼此相连，拥有良好的通风与排水设计，无论从工程学或族群生态都超越了当时的技术。更奇怪的是，洞穴内壁许多位置有不明用途的巨型凹槽，看起来像安装器具或木架的位置，但未发现任何可解释的史前文物。有学者提出大胆推测，这些洞穴可能不是居住地，而是避灾用的地下设施。更激进的推论认为，这是冰河期末约12000年前某个文明在气候巨变前建造的生存碉堡。接着是最猎奇、最常被传为禁区的西藏谜团——香巴拉与地底文明。主流学界一向认为这是佛教象征性的比喻，但藏传文献中记载的非常具体。香巴拉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度，有能量机械、自然光源与不需要日照即可生活的城市。更神秘的是，传说中进入香巴拉的入口分散在阿里、纳木错、羌塘甚至布达拉宫地下，而这些地点全都与古地质断层、熔岩管道或天然巨大洞穴重叠。近代探险家费迪南·赫里斯在书中写下，曾听到喇嘛口述，在地底深处有一个比外界文明更古老、科技更高的族群，听起来像神话，但却与古格地下城本教神话以及印度罗摩衍那中描述的地下通道惊人一致。这是否意味着西藏的地底曾存在一个藏起来的文明，并在某次大灾难后关闭入口？说到灾难，不能不提一项科学证据。冰心资料显示，距今约12000年前，旧世谱描述亚特兰提斯毁灭那一年，地球曾发生一次全球气候暴冲。那一年，西藏冰心突然出现大量金属灰烬，推测与大型陨石撞击或大规模火山爆发有关。奇怪的是，藏族古文记载相同年份为大黑暗之年，天空破裂。这与全球多个古文明神话关于天空掉下火焰、世界淹没的叙述一致。如果当时西藏确实存在某种聚落或文明，那么这场灾难很可能导致他们被迫迁入地下系统，或向南迁往印度，向东迁往华北，甚至可能是推动古印度河文明起源的关键因素。这种跨文明联动的可能性，使西藏的史前文明不再只是地方传说，而是全球文明拼图的一块缺角。接着，我们要面对一个更猎奇却存在证据的线索，不属于任何已知文化的金属器与加工技术。在阿里与日喀则地区考古时，曾出土过一些年代不明的金属碎片，金属成分异常纯净，呈现不符合当时冶金技术的合金比例。部分研究者甚至认为冶炼温度高到古代技术不可能达成。最著名的例子是被称为西藏金属片的物件，外形像是破碎机械的一部分，其合金组成与现代航空合金部分相似。考古学界不敢轻易公布此消息，因为这将冲击既有文明编年学，但材料学实验的确做过，而且结果不寻常。这些来自史前的金属器物是否意味着某个失落文明曾经在高原上进行高科技冶炼？更不可思议的是，西藏山脉分布有大量人工痕迹的阶梯式岩层与巨石阵排列。卫星影像显示，阿里地区部分山壁的垂直岩层像被切割过一样平整，有些高达100米，明显不像自然分化。甚至有规律排列的巨石阵与英国巨石阵的方向一致，指向夏至、冬至日的日出方向。若这些结构是史前文明建造，那他们必须拥有精准天文观测能力，甚至也许是为了调整某种未知仪器。有人提出西藏可能是史前天文中心，其文明可能关注高能宇宙现象。与现代天文学研究发现青藏高原是最佳宇宙射线观测地带不谋而合。再来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部分，藏族史书与本教古卷里的雪域巨人记载。在米拉日巴传中曾提到，居住在山脉深处的巨大人形族群，他们身高3米，力大无穷，能承受低温。这听起来像神话，但在四川西藏交界一带的洞穴中，确实发现过巨型人类脚印化石，长度约57公分，距今约数万年。若这些痕迹为真，那么青藏高原曾住过的不止丹尼索瓦人，还可能有身形异常的史前族群。他们在神话中被视为半神，也许仅仅是因为他们比一般人类更高、更强，适应力更惊人，从而被后世误解成神奇。
至于最神秘也最具外星文明色彩的线索，则来自20世纪最具争议的报告——多洛巴族石碟事件。传说1930年代，探险家在藏青边界的巴云喀拉山脉发现一批刻有螺旋文字的石碟，内容叙述来自天上的旅行者因飞船故障而坠落地面，与高原部落通婚后逐渐消失。虽然这份报告多年来遭到主流学界质疑，但其中几个细节奇妙地与现代考古相符。西藏确实有少数族群拥有和地球其他族群基因差异极大的突变，丹尼索瓦基因的出现也像是突入性的外来基因。而石碟中描写的高原夜空奇光与金属巨虫也被比对为可能的流星雨、陨石或真正不明飞行物。究竟石碟是伪作、误传，还是史前遭遇事件的记录，目前仍未有定论，但它确实提供了史前文明与外来文明接触的想象空间。说到外来接触，不得不提到一个被地球物理学证实的事实：青藏高原的地下能量场特别异常。地质雷达显示，在阿里地区地下数百米的地方有多个巨大空洞，形状近乎球体或长条体，并非自然熔岩洞的形态。某些空洞甚至排列成几何形状，让人怀疑这些地方是否藏有人工遗迹或废弃设施。中国地震局曾公开承认，某些区域的雷达波无法穿透，似乎被某种高密度物质反射。这些讯号引发各种猜测，从古代矿藏到史前遗址，甚至有学者大胆推测，这可能是古代文明的地下能量储存站。结合香巴拉传说与古哥洞穴，很难不让人怀疑，史前的青藏高原是否存在一套地下城市网络。那么问题来了，若西藏真的存在史前文明，为什么几乎没有留下明确可辨识的遗址？这里有2个可能：第一，高原隆升导致大量遗址被掩埋、破坏，甚至被整块岩层带上天空；第二，被埋藏的文明本身就在地下，而入口已经失传或被封印。值得注意的是，在拉萨、山南等地的寺院地下确实存在许多隐秘空间，有的深不见底，有的方向不明，有的甚至连喇嘛也不知用途。某些西方研究者推测，这些地下建筑可能沿用了比佛教更古老的构造。藏文古籍也记载许多被封印的通道，100年后将再度开启的门。这些文字在宗教层面被视为精神象征，但若与地质结构、地下洞穴、能量异常区域结合起来看，难免让人联想到失落文明的遗迹。综合所有线索，丹尼索瓦人、高海拔基因、骨骼地底层、巨型脚印、金属异物、地磁异常、香巴拉传说、冰心记录、石碟事件，它们像散落在不同年代、不同文化的拼图，但却共同指向一个令人背脊微麻的可能性：西藏在史前曾是某种高度智慧文明的核心地带，而这个文明在一场全球大灾难中沉没、迁移或隐匿，只留下破碎的回忆。那么他们到底是谁？是丹尼索瓦人的高原王国，是冰河期幸存者的地下城市，是未知巨人族，还是某种外星旅行者的基地？目前没有确切答案，但所有迹象让我们意识到，人类文明并不如历史课本上那么简单线性。当你站在布达拉宫前看着雪山，或看着纳木错湖面倒映星空，你永远不会想到那些白雪之下、湖水底下、岩壁后方可能藏着地球文明最古老的一章。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答案，也许答案从来都在那里，只是我们还没准备好理解。大家怎么看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账号，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